最近呢，有很多专家告诉我们说，我国人口呢还处在这个人口红利期，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告诉大家还可以接着买房。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说呢，房价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难分析的事情，因为它呢综合了各个方面啊，我们也不能全听专家的啊。专家说房价涨，我们就等一等；专家说房价跌，我们就出手，对吧？每个人所处的城市不一样，每个人的工作不一样，每个人的收入呢也不一样，还有呢每个人的发展也不一样。所以呢，买不买房子，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今天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我们国家的人口红利期到底还在不在？我们未来的房价还会不会涨？还能不能那么轻易的去买房子？如果你有不同的见解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首先呢，你要搞清楚一个事情，什么叫做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呢，说白了就是说我们的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比较大。那么过去呢，一直就是这样啊，我们的人口红利呢比较大。这样的结果就是什么呢？第一呢，就是你这个劳动力比较多，所以呢能够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那我们说呢，建房子，对吧？3天建一层，这是很常规的操作了。可是呢，在国外看来就非常的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们有技术，我们有足够多的人。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劳动力多了，我们的这个成本呢就相对比较低。比如说呢，在国外剪个头发需要多少钱呢？合到人民币可能呢就得200-300块钱。这还没算完啊！你剪完头发以后呢，你可能还得给这个理发师小费。但是在我们国家，剪一个头发呢，可能就20-30块钱。如果呢，你去做一些特定的造型或者烫染呢，也可能才100-10块钱。那么这就是呢，劳动力多的好处。但现在我们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人口两极分化，说白了就是少子化和老龄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人口出生率为什么会减少？这是因为呢，我们的思想在发生变化。为什么人口出生率会下降呢？这跟我们的发展以及思想的转变是离不开的上个世纪70-80年代，大家呢都待在农村，那个时候呢，农村的人口要比城市的人口多很多。大家呢几乎都不到城市发展，就在呢自己住的周边发展。而且呢，当时人们生孩子呢可能生好几个一家人其乐融融，大家呢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虽然呢挣的钱不多，但是呢都很幸福。但是呢，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转型以及经济的发展，人们呢开始从农村走向城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们发现在城市挣的钱呢越来越多，所以呢人是一直不断进步的。很多人呢就从农村直接在城市里面安了家。那么过去20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口呢也是往城市当中流动的。在2021年的时候，我国的这个城市人口呢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那么人口向一个地方转移，那带来的需求呢就比较旺盛。最简单的就是这个用工的需求以及呢这个住房的需求。所以呢，在过去20年，房价也是一直在涨的。同时呢，人们的思想也在发生转变。为什么呢？以前人们只需要有一个房子住就可以了，管好温饱。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房子必须要好的，因为我们对这个生活品质有追求。那么很多人呢都想让自己发展得更快一些，所以呢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现在我们互相去介绍对象的话呢，都会看对方的这个经济或者收入。那么也就是说呢，房子从最简单的居住属性变向了更为复杂的金融属性。而且呢，年轻人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过去呢，我们有一句俗语叫什么呢？叫要想富，是吧？多生孩子少种树。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人们的思想呢是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年轻人呢有可能不生或者只生一个，我们要求的是质量。而且呢，这个生活的成本提高了以后让很多年轻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包括房贷这个呢我不说大家都知道。所以呢，人口出生率下降过后呢，意味着未来劳动力就会减少，也就是说呢，人口的红利在慢慢的消失。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老龄化也越来越明显。为什么会老龄化呢？实际上就是人的寿命
变长了啊。之前呢，我们在农村可以看到呢，到了50、60岁，可能呢就疾病缠身，或者说呢失去了劳动力。可是现在呢，50、60岁基本上都算不上老年人，还身强体壮。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退休要延迟？就是因为呢，有人到了50、60岁，还仍然呢具备劳动的能力啊。人的寿命越活越长，而且呢，人们的意识也变了啊。现在呢，人们更懂得养生，更懂得呢保养自己的身体，所以越活越长。那么中间呢，就形成了劳动力断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而且呢，这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那我们呢，再来讲一讲这个人口红利的消失和这个房价到底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这个关系就非常大了。那我们来讲呢，房价上涨离不开呢3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就是供应量。什么叫做供应量呢？就是土地供应量。但是现在我们的土地供应是谁供应的呢？是政府。我们买的房子都是出让的，那可想而知，这个源头就是土地供应的问题。之前呢，我们也讲过，地方政府的财政大头呢是这个土地财政收入。你搞明白了这一点，你就知道房价的问题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购买力。购买力在减少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过去20年，到底是哪个年龄阶层的在买房子？是70后和80后，对吧？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要进城，我们要发展，我们要有地方住。但是现在的购房主力军变了，是90后和00后。70后和80后进城的时候，是大家一无所有，没有人去帮忙拿首付，只靠自己的奋斗去买房子。但是90后和00后买房子是有一定基础的，有70后和90后进行帮衬啊。最起码呢，我们把这个房子卖掉以后，我们就能在短时间内凑到这个首付，可以呢买更好的房子。这也就是说呢，购买力上来了，甚至呢很多90后和00后都不用买房子，直接呢接手这个老爸老妈的房产就可以了。第三点呢，就是购买需求的问题。这个刚需买房一直都存在，因为呢我们的人生绕不开工作，绕不开呢这个结婚生子，绕不开呢养老，所以这些需求呢都是有住房需求的。但是现在呢，这个需求是两极分化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能买得起的可以多买几套，买不起的还真的就在为这个首付而发愁。而且呢，你还要搞明白一个问题，现在呢有一个词儿叫资金锁定。什么叫资金锁定？房住不炒以后呢，就是把资金全部锁在房地产当中，因为这里呢现在是安全的。为什么安全？因为有了房住不炒。如果资金不能够锁定，快进快出，这叫什么？这叫炒房客。过去炒房客不就是这么操作的吗？买一套房子2、3个月之后就出手，中间赚一笔走人，留下的都是高危接盘的受害者。那么我们想，现在房住不炒以后，赶走了炒房客，刚需买了房子就被锁定了。最起码你买了房子20、30年的贷款你要还，这期间你最起码是安全的。所以呢，随着人口的流动，随着这个需求的减少，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呢，现在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第一，房价两极分化。大城市房价之所以贵，一是供应问题，二是需求问题。因为人口还在不断的涌入，但是用于住宅的土地却减少了，那么房价肯定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人口的流入而上升。第二，人口红利消失，因为呢劳动力的减少就意味着购买力的减少，包括呢房地产在过去20年这个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说盲目的去买房子，更多的是追求品质以及地段的问题了。第三呢，就是购房需求的两极分化啊，有的买得起的可能还会买，买不起的可能就放弃了。结合呢现在楼市的现状，包括呢放开这个限购、限售、限贷，以及呢这个放开落户的限制等等，未来可能这个房价两极分化很严重，但是也没有说要到必须购买的份上，可以买也可以不买，能够呢让这个房产正常化。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